Hello，你好吗？我是爱说实话的 Jasmin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想跟大家聊一聊澳洲的蓝领。说到澳洲的蓝领工人呢，大家的第一感觉就是门槛低、待遇高，似乎呢薪资还是不错的，似乎呢工作还是挺轻松的，并且呢社会地位也还不错。我之前看到过一篇文章啊，讲的是澳洲女孩理想的结婚对象，那吹地呢居然可以排到前几名，为什么呢？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身材的问题，亚洲男生发胖呢，就通常就是肚子大起来，然后就是长得就像筷子上穿了一根丸子，但是白人发胖起来呢，那就是一个巨大的纺锤体了。但是蓝领工人呢，因为长期的体力劳动，让他们可以保持一个相对不错的身材，并且呢，很多小伙子啊，肌肉都还挺发达的，就是身体都还挺好的。所以呢，这个蓝领工人呢，被认为是一个很 man 的职业，很多小姑娘都是很喜欢的。第二呢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属于这个动手的技术工种，所以呢，一般都是所谓的 handyman。那澳洲的人工是非常贵的，就是我们大家在澳洲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啊，就是你家里大凡是水管坏了，或者是电坏了，只要涉及到请人，少则几百块钱，动辄几千块钱就下去了。所以如果你的另一半呢是一个什么问题都可以自己解决的人，真的是非常的省钱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澳洲蓝领的工资呢还是不错的，所以是很能给人安全感的，起码可以给你带来一个还不错的生活。那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，就会觉得，哎呀，蓝领工人似乎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澳洲这边，特别是基建的项目，它的进程都是非常慢的。我会觉得，哎，在澳洲干5年、10年的项目，可能拿到国内1年就干完了。然后你也会经常看到很多在路边施工的工人，他们就是大早上拿着咖啡，就抽着烟在那边聊天，然后也经常会看到这个3、5成群的工人，只有一个人在干活，然后其他有好几个人围在旁边看着。包括之前有个视频很火啊，就是悉尼的轻轨的建造项目，然后很多个工人排成一排，去一块一块的传递那个砖。甚至是这个新闻出来以后呢，也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，就会觉得说我们纳税人花那么多钱养着这些政府的项目，就是让这些工人这么糟蹋、这么浪费的嘛？他们的时薪可能是40块1个小时，就是用来做这种毫无意义的传砖运动的吗？但是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？像这样的一些情况，或许它是有的，但是只是你看到的一个很小的面。就像我们在办公室工作，我见到了很多拿着13、15万年薪的程序员，他们也有可能花半个小时就在厕所里，然后花1个小时就跟别人聊天。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看到他在背后的付出，我们也没有看到他就是看起来这么轻松的样子，是花了多少时间、多少年时间的积累才可以得到的。同样的，建筑工人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很多时候看到有一些监工啊，他站在旁边看工人在干活，但其实他可能是经过了很多年的历练，他才达到他现在的这个位置的。那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呢，也去做过这个工地的工人，不管他分工怎么样呢，基本上每个工种呢，他都会有小工、中工、大工。那在工地上的小工呢，你不要看，如果你去 Seek 上找，我们常说的真正的搬砖工 bricklayer， 那他的工资可能是40刀1小时，甚至是60刀1小时。但是据我所知，很多感觉油水很厚的工作都是竞争比较激烈的，轮不到中国人上的。对于语言要求非常低的这些工种呢，大部分人还是从最基础的干起，就是说打扫卫生呐，比如说搬运瓷砖呐，搬运物料啊。这个小工的工资大概就是15刀1个小时。那很多人说这个是不合法的呀，这个是没有达到这个澳洲的最低法定工资啊，这个就是没有办法，在我们的语言还不是很好的时候，确实没有更多的选择了。那很多人做了1到2年之后呢，就会升级为中工，工资呢大概就是在25到35刀左右1小时了。那再过个1、2年呢，就可以升级到大工，可能工资就可以达到40几刀1小时了。再往后，你的人脉、你的工作能力都积累到一定程度了，可能呢你就可以去自己也去接活，自己也去做一个小工头了。如果你是把在澳洲的收入，包括在澳洲蓝领的社会地位跟国内蓝领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比较呢，当然这边是要好得多得多。
但是呢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体力去做的。很多中介也好啊，然后这个培训机构也好啊，他们会给大家宣传啊，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出路。但是我想说，很多时候真的不要误导年轻人了。澳洲的蓝领呢，对于我们华人来说，真的不适合每一个人，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值得去精进去做下去的一件事情。那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暂时的打工呢，那跟餐馆工啊、跟送餐呢比起来，它确实是性价比比较高的。但是呢，这依旧是一场对体力的考验。首先呢，这些蓝领的工人，他们的工作时间是很容易特别的长的。正常澳洲的白领呢，可能我们每一周的工作时间都不到40个小时，但是很多 tradie 呢，你会看到他们很多人，4、5点钟就从家里出来了，然后5、6点钟就已经开始工作了。比较正规的公司，它可能到下午3点就下工了，但是呢，也有很多的项目，他们是需要工人长时间的去劳动、去加班的。那这种情况下呢，他们一周很容易就可以达到5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了，并且呢，很多工地，特别是华人的工地，他们都是一周是工作6天，甚至是7天的。对于体力劳动者来说，这个强度是非常大的。所以我一直认为呢，蓝领工作会比较适合那些立即马上就想有一个还 OK 的收入的人。如果你想未来再读更高的这个学历，或者你想未来转到更高的职业上，那你必须要给自己留一些时间去进行自我提升。但是如果你从事蓝领工作的话，那你每天回家真的就只想躺在那儿，只想躺平，什么都不想做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很残忍的。他们会真的没有自己的时间去提升，去想未来的路应该怎么去走。并且呢，可想而知，长时间的去进行如此高负荷的体力劳动呢，他们的这个肌肉一定是有损伤的，然后很多人的腰都会有问题，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按摩师、理疗师的常客。那说完这个劳动强度呢，我再来说一下他们的工作环境。那很多时候呢，他们的工作环境也是非常不友好的。我们知道澳洲的这个太阳是很毒的，但是这些蓝领的工人呢，他们无论刮风下雨，无论这个气温是30度还是38度，都要在室外去工作。那为了防止这个紫外线把皮肤晒伤，无论多热的天，他们都要戴好防护帽，穿着长袖长裤在工地上工作。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？就是自己都可以闻到自己身上臭味的感觉。并且呢，我们看新闻也知道，这些工地上还是时有发生一些危险事件的。有一些人呢，打钉子打到了自己的手指，切到了自己的手，然后有一些人呢，这个从什么地方摔下来，造成了重大的伤害。那在大部分比较正规的公司呢，很多保护措施都会做得比较好，并且呢，公司会给每个工人呢买保险。那可是也有一些比较不良的公司，为了节省成本，保护措施做得没有那么的好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的工作环境的安全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隐患了。说到这里呢，很多人就会说，不是每个蓝领工作都有这么辛苦的，有很多工作其实还是不错的，挺轻松的。比如说呢，早几年新闻上很火的棒棒糖女孩，也就是交通管制员，就是你经常在路上看到的，有人举着一个指示牌给车辆一些提示。工作人员看起来呢，这个工作的技术含量不高，但是他们赚的却非常的多。据说呢，每年有13万的收入。并且有一个新闻是说呢，有一个小学老师他辞掉了老师的工作，去申请了交通管制员，因为呢这份工作赚的会比他以前的工作赚的多得多。但是呢，这个新闻我也去特意找了一下，结果人家说的是 up to 13万澳币。那我们出去买东西的时候也知道，但凡说 up to 70% off， 就是说那个店里一共只有1、2样东西是70% off， 而且还卖完了。所以同理呢，你看一个职位能否赚钱，不是看它的上限，而是看它的下限和平均值。那他们真实的收入呢，其实是不低的，有40到45刀1小时，并且呢是有额外的餐补和交通费的补助的。但是呢，新闻上也同时提到了这个职位的超长工作时间，以及会遭到男司机的辱骂。因为呢，确实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很 nice 的，有很多男司机呢就会觉得这些棒棒糖女孩呢懒惰，又做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，居然还拿了那么高的工资，真是太讨厌了。
所以呢，事实情况有可能远没有你想象的好。那即使真的有一份这样看起来油水很厚的工作，我也不建议年轻人长期的去从事。首先呢，是这份工作是一份高度重复的工作，它新闻上也写了，它只需要2天的 training 就可以上手，那就是说这份工作是一份可取代性非常高的工作。其次呢，你每一天干这样重复性的劳动呢，你真的会非常的无聊，并且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，我们从小接受过的教育，我们从小形成的三观，如果我们真的干一份这种对个人成长没有帮助的活的话，我们会心里很慌的。最后呢，这样的一份工作，它的上升空间是非常的有限的。就是工地上的那些人，他多多少少他是接触到整个工地的这些工种的，然后这个在混了几年之后呢，如果是你真的是很勤奋的人，真的是体力不错的人，那真的是很有上进心的人，你最后呢会对整个行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。很多人会看到之前就是一个搞装修的小工，但是后面呢就是变得越来越有钱了，真的混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有些人真的是很能吃苦，他们在做会了全部的活之后呢，他们也会积极的去把自己的这个人脉关系给配置好，自己接活，或者说去考到 builder 的证，慢慢的把自己的职业上升通道给搭建起来。还有一些人呢，他们会想到其他的一些办法，比如说呢，囤一些便宜的地，捡漏一些房子很烂但是地很大的这些项目，然后呢，自己去推倒重建，这些才是他们真正收入的来源。还有一些人会说呢，在澳洲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这个蓝领的工种，比如说水工、电工，这一些工种呢，在我看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者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蓝领了。像据我所知呢，这几个职业呢都是门槛不低的。像这个水工、电工呢，他们都是要经过4年的学习和这个实践，包括说老师的证明，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持证的水工和电工。总的来说呢，我特别不喜欢一些误导年轻人的言论。澳洲有这么一些奇特的这些工种，他们可以门槛低、收入高，然后生活的还不错。其实这些都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你想要找到这样的职位，那底层逻辑就是你想要跟经济规律做斗争。我奉劝大家不要跟经济规律做斗争，因为你想想看，如果有一个职位，它收入高、门槛低，并且呢工作还挺轻松，那一定就会有大量的人涌入到这个职位，它的准入门槛一定会水涨船高的。所以呢，努力的提升自己，并且不断的做自我调整，让自己能更适应这个市场的需求，让自己更值钱，才是你能赚到钱的不二法则呀。其实这些内容呢，我主要讲的是在澳洲男生比较经常从事的蓝领工作。如果你们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呢，麻烦留言告诉我。那我后面会出一期女生比较常从事的这个蓝领的工作，也希望大家继续的关注我的频道。那正在从事或者是曾经从事过相关工作的小伙伴呢，也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，补充一下你的工作经验和感受。那这些视频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